今年广西好几片区域连着下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路上到处都是积水，地势低的街道、小区、地下室全被淹了，停在路边低洼处，还有地下车库的车子泡在水里，大批泡水车一下子冒出来。现在开电车的人越来越多，这次受灾被泡的新能源车数量也不少，好多车主心里都犯嘀咕：电动车被水泡过之后，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比普通油车隐患更大？先说句实在话，真心希望广西受灾的老百姓能快点恢复正常生活，所有车子被淹的车主都能顺顺利利处理好后续事宜，尽量少亏点钱。以前发大水，大家聊泡水车，目光基本都放在燃油车上，现在电车普及开了，大家最揪心的就是车载动力电池的安全问题。毕竟车子底下那块电池研发成本很高，里面存着大量电能，普通人看到整车泡在洪水里，第一反应肯定害怕，担心电池进水漏电，甚至车子自燃起火，也搞不清泡过水之后这车还能不能正常上路。其实车企在造电车的时候本来就考虑过雨天过积水路面这种日常涉水场景，电池不是简简单单裸露装在底盘下面，整块电池都会装进高强度密封电池包，内部做了多层绝缘防护，还有各类实时监测零件。市面上主流电车的电池防水标准本身就不低，平时开车路过浅积水路段，短时间沾水基本不会出什么事。车上的电池管理系统高压电控会一刻不停监控电池状态，一旦检测到绝缘变差、线路异常这类高压风险，系统会立刻主动断电保护，从根源上规避危险。但这里必须分清一件事，短期过水和被洪水长时间浸泡完全是两码事，根本不能一概而论。这次广西洪水里不少车辆整台车泡在积水里好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洪水里面混杂泥沙、垃圾，还有各种腐蚀性杂质。单纯淋雨浅浅过一下水坑和长期泡在脏水里，对车辆的损伤程度天差地别。一旦积水漫过底盘、车门，甚至淹到座椅位置，车子内部很多部件都会遭到不可逆的损坏。大家最关心的电池，我身边好多车主都有个误区，觉得电池一沾水就会爆炸，其实没这么夸张。电池自带多重防护机制，短时间进水不会立刻出险情。要是洪水冲破了电池包的密封层，污水渗进电池内部，电芯内部线路、连接端子都会慢慢受损。最麻烦的是，这种损伤特别隐蔽，车子捞出来晒干之后，看着一切正常，打火行驶都没问题，但电池内部线路受潮，金属件腐蚀，绝缘性能下降，这些问题不会立刻显现，可能开一两个月，甚至大半年之后突然出故障，风险藏在暗处才最吓人。所以车子被洪水深度浸泡之后，千万不能觉得能开就万事大吉，一定要送去专业门店全面检测，重点查电池包高压线数、整套电控系统还有绝缘数值，原不达标才能放心开。光靠肉眼看完全看不出内部隐患。除了电池，电车身上一大堆电子配件也是薄弱点，对比油车，电车多了电机控制器、整车控制模块，还有一大堆摄像头、雷达、自动驾驶、传感设备。这些精密电子件最怕泥沙污水，洪水浸泡过后，杂质留在线路缝隙里，慢慢腐蚀铜线和电路板。很多故障不会当场爆发，后续用车时不时出故障灯、功能失灵都是常事。泡水电车最恐怖的不是刚捞出来就起火失控，而是看不见的遗留故障，随时随地可能爆发。而且电池作为电车最贵的核心部件，一旦泡水受损，维修成本高得吓人，严重的话整块电池都得换掉，花费甚至接近车子现在本身的残值。所以洪灾里很多重度泡水电车保险公司最后都会直接推定全损，不会建议车主花钱大修。当然也不是说电车一点水都不能碰，轻微涉水，水位没超过厂家标定的安全高度，后续检测电池和高压系统一切正常，正常开完全没问题。近几年车企的电池防水工艺确实进步了不少，电池安全这块一直在优化，但洪水这种极端积水情况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自家车子不幸被洪水浸泡，尤其是水位淹得很高的情况，千万别试着点火启动，也不要插枪充电，很容易诱发短路起火。第一时间联系拖车、保险公司和专业维修门店，完整检测高压系统。另外，打算买二手电车的朋友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市面上不少泡水车经过清洗翻新，外观看着干干净净，
内饰也看不出水渍，可电池内部的腐蚀绝缘衰减，根本看不出来。买之前一定要找第三方机构做全套电池检测，别踩大坑。以后路上电车只会越来越多，暴雨洪涝带来的车辆安全问题也会被更多人重视。各大厂商后续肯定会持续升级电池密封防护、车辆故障智能检测系统，相关安全标准也会更新，让电车面对极端天气更靠谱。这次广西的洪涝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车子说到底只是代步工具，人身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还是盼着灾区早日恢复秩序，车主们都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平时遇上暴雨积水天气，大家也多留心，尽量别把车停在低洼、地下车库这类容易积水的地方，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车辆。